怎么了？影子大人，陈萍萍找我有事儿。有人要杀陈院长，天底下要杀陈萍萍的多了，不出半个时辰就要动手。他现在人在哪？监察院里。那就没事儿，没有重兵，谁能冲进监察院杀人？现在院长身边已经没人了。没人是什么意思？庄墨涵进京了。这跟庄墨涵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庄墨涵进京，才是改变的前提。院里都知道，要再挑战我，只有刺杀庄墨涵。可是，院长已经派一处保护庄墨涵了。是。一处的诸葛已经倾巢而出，3处的废界不在京都，其他各处的强势战力也被我分别调离。今日监察院内在职的，都是我们的人，那也不足以强杀庄墨涵呐。庄墨涵是幌子，我们要杀的是陈萍萍。你来了。无路可走了，下地牢。你们都清楚，院里真正阻挠我等再起战火的，始终是陈萍萍。他若一死，监察院就会掌控在我等中党手里。到时候激励陛下攻灭北齐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他也是人，我费尽心机造成今日局面，今天不杀，再没机会。杀了陈萍萍，监察院大权就在你我手中了。事已至此，再没退路了，动手吧。范公子，丽丽姑娘一会儿聊，正被追杀呢。追杀？按一下那个。这里面就是地牢的最深处了。里面关的都是祸害天下的魔头，先进去再说。这里边就安全了？也不算太安全，有很多人知道这条路。平时他们要给犯人送水送饭，有时候还要把尸体拉出去。那咱们躲进里有什么用啊？甬道狭窄，可以抵抗。那不早晚还是一死？哎呀，死路！这下糟了，我不能死啊！我未曾与夫人讲过，我私自就死了，那她一定会生气呀。这般境地，你怕的是婆娘生气？死生事小，夫人是否同意事大，你不懂。司礼里在外边会怎样？他们要杀我，自然不会留活口的。牢房钥匙扣。都自身难保了，还管别人？钥匙。等我一下。这孩子不错呀。什么事？啊，什么事？
监察院内乱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快走，他们随时可能出现。你把我带来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要死？我答应过保你性命，就是死你也得死我后头。里边去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我说过，这里面关的人，祸乱天下的魔头。对，有一个还活着。这么多链子，就为一个人？就为一个人啊！看一眼就能活命吗？我这边。快找找陈明明在哪儿？没找到，没有，没找到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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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儿啊？还是没找到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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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。人都要死了，还不能满足一下好奇心啊？这人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他叫小恩，我的腿因他而废。陈明明他就在里边，他无处可逃了。暗道的门让他们给打开了。司礼里，做什么？北齐战败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紧张，总得说点什么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活命，他们要杀的只是陈萍萍。你觉得他们还能放过我们？我们可以先杀了他，用他的人头换你我性命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王启年，大人。玩命吧！好，你干什么？等着。是影子，就他一个，杀他！杀就一个人！这外边都是高手，他一个人能撑多久？厮杀声好像越来越远了。杀出去了？莫非是对手实力孱弱？都是7品以上的高手。真不是我的主意。你说什么？影子要试探你，不是我的主意。什么意思啊？试探我？那外边那些人都是假的？他们真想杀我。那是有其他高手暗中埋伏，没有任何援兵，
那你这话怎么说？影子一人可敌千骑。我不知道，我就从来没见过影子大人出手。哦，司礼里，刚才影子离开，他们两个暂时不在我身边，我还以为你要挟持我，这可是你逃出升天的最后机会。我知道。怎么犹豫了？我不敢。在北齐，陈萍萍的名字与鬼神无异。推我出去吧。陈萍萍，好好活着，等我出来。他就怕我死在别人手里，他出不去。走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人要杀你？知道。你也不阻止。监察院独立于6部之外，位高权重。我虽是院长，但是也防不了全天下呀。总有一些机构想尽办法派人混进来，而且他们个个都会隐藏。这样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都跳出来，一次暴露清楚。王青天。拿自己当诱饵，哼，都是聪明人，他们见不到我，怎会上当啊？走到现在，一个活口也没见着。自投罗网便是如此。我觉得在里面更安全。外边没声音了，应该没事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行事太狠？他们要杀人，自然也会被人杀。负重前行，确实身不由己啊。王启年，开门。哎，看这玉是不错哎。院长，属下一回院里，就看到影子在残杀同僚。我安排的。哦，你应该在监视北齐的庄墨涵，怎么回院里来了？事有蹊跷，庄墨涵不见了。庄墨涵进入京都以后，一直在鸿胪寺给他安排的住所，从不见人。属下觉得奇怪，就让手下扮成侍者进屋打扫。庄先生，能为您洒扫房间吗？庄先生。
结果发现庄茂涵不在屋内。之前有谁见过他？太学、吏部、礼部、御史台，都有人拜访过他。看来都很仰慕庄茂涵，想当面请教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偷偷把人接走呢？院长，庄茂涵是文坛巨匠，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天下读书人。他就这么消失了，恐怕不是小事啊。把访客名单列出来，叫我看看。是，属下这次回京都，就是想请您下令彻查京都。这事儿就这么办了。正好你回来了，把在京的各主办都招回来吧。我有话说。是。院长，范大人，我先回趟家去，跟我夫人报个平安。那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也走了。那你等等，见见他们。都在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：1处主办诸葛，4处主办颜若海，你都见过了。2处主办在边界有失未归，5处主办黑旗不在京都，6处主办影子，7处主办在江南办事没有回来，8处主办宣九，他负责书籍刊印。你不是开了个书局吗？归他管。宣大人好。剩下的就是费杰的3处了，费杰不在，暂替他管理事务的，就是躺着的这个。他是死了吗？他是范闲，院里提司。各位大人好。小师弟来了，我姓冷，费老的门下，咱们算是同门啊。冷师兄，这是？我研制了一种新毒药，自己吃了几副，哎呦，药不错，没做解药，失败了，毒更重。哎呀，师兄辛苦啊！等我好了，请你吃饭啊，我自己下厨。哎，别，这就不必了啊。行，我先休息会儿。哎，都认识了吧？那我就开门见山吧。今天有人在院里设局想杀我。范闲救了我。是影子动的手吧？我看见了。你认错了。我老了，以后范闲可以接我的班，你们多照顾。范闲才入京都不久，人都没认全呢。人可以慢慢认呐，我现在又不退。院长，监察院乃庆国最重要的地方，不是谁都可以接手的。属下以为范闲没有这个资格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不是来征求大家意见，我只是通报一声。我觉得挺好，别的地儿不管，我们3处一定支持小师弟。最后再说一遍，这事儿定了，不改了。有谁不服，找机会杀了我就是。散了。
院里这些年风风雨雨，我本来觉着将来是你接替院长。院长今日这决定，确实让人心寒。严若海，有一点要说清楚，我不是要争权，我诸葛没能力坐那个位子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皆以庆国为重。我知道。今日那些刺客的尸首我都看过了，都是胆大包天的。对，其中有好几个人最近和你交往甚密。刚才你怎么不说？严若海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和你一样，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庆国。为什么？你问的是什么事儿？监察院交到我手上。是影子自作主张要试探你，这样也好，可以把事情说清楚。诸葛说的没错，我还没这资格。监察院是你母亲一手创建的，这些年我一直替她守着。这个院子终究我要还给你。时过境迁了，时间过了，初心未改。鸿胪寺去过了吧？是个好事。大战后，谈判求和是国之大事，用心做。我明白，你就好好的干。有什么不顺心的就告诉我，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，我来帮你解决。什么事都行。什么事都行。再困难的事情，我来办。回去吧，今天累了，晚上越发凉了，知道把被子盖厚一些。你的咳嗽还没好。年纪大了，病不好好。回头我给你抓些药。好啊。天地人和，君子务劳，夜半子时。你心神不宁。我去了宫里，若若画了太后寝宫的地图，我记住了。为何心神不宁？牛栏街刺杀是长公主的谋划。一个不觉刺杀了，反过来安慰被杀之，这不好笑吗？陈萍萍说要把监察院交给我，还说我有困难告诉他就行。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。我差点把长公主的名字说出来。论杀人，我比她强。要杀长公主吗？毕竟是婉儿的母亲。要杀吗？长公主是权势重过生死，把她扳倒，赶出京都，
会让他比死更痛苦。这我不会，我自己来。随你。说，闯后宫偷钥匙的计划，也要缓缓，得找个更好的时机。你来定。说，你知道吗？监察院那个影子，武功很高。知道。他是大宗师吗？9品上。庆国不就那么几个9品上吗？说，你见没见过影子长什么样？没有。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去了趟监察院地牢最深处，那下面关了个人，特别恐怖，人身都用铁链锁着。大人是副使，坐这儿。好。辛大人，我从未与敌国谈判过，有点紧张，不知一会儿该说些什么。别紧张，两国舌战就是谈判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言辞，就是说话啊，自当雅量，就是要懂礼貌，要客气啊，这就能彰显出我大国之气量。哎，反正待会儿啊，你什么都甭管了，就听我的吧。哦，好吧。我兄师所占1州之地，绝不可能还你们。那是我国疆土，你国疆土，你国疆土，想要回去，派兵来打呀！要不这么着，我先宣布一下谈判暂停，等两国打完了以后再继续谈，你干不干？你粗鄙！尔等的嘴脸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说的可是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听我细细道来。来，张兄，这边请，到我府上详谈。这家酒馆的招待小特别多，我来过。小二啊，哎，来了。小二啊，来，给我换个曲子啊。好嘞。好。范大人，这个午后呢，咱们还得接着谈啊，所以呢就不饮酒了。哎，这曲子对了，最适合我等读书人。辛大人，刚才谈判是否过于张扬了些？就是强势。不是大国气象吗？哎呀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赢了，我们不强势，对不起这些兵啊。好茶。吉祥有远兮，扶摇登霄，其为空静兮，潜藏于鞘。我大军所占1州之地，不可能还，而且你们还要赔付我大军开拔之资，这还怎么谈下去？本来也没什么好谈的嘛。
辛大人，此次谈判，我方条件绝不会让步。你是突然疯了吗？这张纸条上有个新消息，我方的条件都写在上面，诸位可以先看看，咱们明天再谈。你也查查消息的真伪。这下糟了。这是北齐刚送来的密折。院长，您找我。有件事你必须要知道，冰云被抓了。北齐锦衣卫干的，沈仲亲自抓的人。人还活着吗？活着。北齐要当他做谈判的筹码，他们要什么？首先要拿回这益州之地。其次，要归还战俘，还要给他们北齐死去的兵丁发放抚恤。最可恨的就是这最后一条，他们要用萧恩和司礼礼换回严公子。萧恩啊，监察院地牢里关着那个。没错，那可是北齐的盖世魔头啊，曾经和陈萍萍齐名。那时候，陈萍萍率黑旗千里奔袭，以双腿的代价才把他给抓回来。这样的人物要换回去。说的是啊，不过这次国战多亏了严冰云打探军情、传送密报，咱们才赢得那么顺利。更何况，他还是监察院严若海的亲儿子。不换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。其实他们真想要的是萧恩和司礼礼。萧恩不能放，此人北齐必将疯狂报复。作为全国子民，我不能接受。不是放，是换。换冰云回来。我连夜北上，潜入北齐国都，设法救回犬子。此时北上救人比登天还难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必须如此。换不换不是你来定的，学长，也不是我。此事只有一个人能定夺。侯公公在，马上让监察院放人。陛下。另外，告诉鸿胪寺，朕打下的江山一寸都不放，其他的条件都好谈。那个严冰云必须活着回来。领旨。陛下就这意思。萧恩不能放啊！严大人，陛下有口谕。陛下知道萧恩是怎样的人，监察院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二次。严冰云忍辱负重，潜藏在北齐国都，呕心沥血。朕都知道，用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换回我庆国的未来，值了。严大人，还有你们，陛下还说了，要严公子活着回家。臣领旨谢恩。
谢陛下圣恩。范闲，把提词腰牌给我。给我。范闲，我们会再见的。陛下，鸿胪寺与北齐那边已经商谈定论，东夷使团那边也已经将礼物悉数转交，准备离京了。虽有波折，鸿胪寺办事还算周密。传旨，明日启年殿设下夜宴，君臣同庆。是。但慢着，让北齐和东夷使团陪坐。快去！奴才明白，定会办好。明日夜宴，百官云集，北齐朝臣、东夷使团欢聚一堂，可谓盛事。庄茂涵呢？谁？我是说庄茂涵，他好像没有参与谈判。确实没有。进京都以后消失了一次，之后就一直在屋内静坐看书，再无其他举动。那就古怪了。一代文坛宗师千里迢迢来了京都，结果什么事儿都没做，就为明日吃顿宴席。明日夜宴要想发生什么，转瞬之间天下皆知。院长的意思是说，庄茂涵明日夜宴会有所举动，若有企图，必在明夜。那我们当如何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瞧着就行。那岂不失了先手？也没其他法子。不知庄茂涵意欲何为，自然无法防范。还有一事，北齐那边送来消息，犬子被擒，或是因身份被人透露。北齐密探里有人告密，不是北齐那边。你的意思是说京都？是京都有人把他卖了。冰云潜伏北齐，此乃绝密，除了陛下以外，只有我们监察院的人知道。难不成是院里有人卖国？为什么不能？院长，属下以为当立即彻查此事。不必了，这是心腹大患呐！此事到此结束，不必再提。是。监察院成立这许多年，光阴流转，昼夜时刻，有些老东西也该换了。爹，找我。回来了，来坐。鸿胪寺的谈判告一段落了，明日上殿需稳着些，啊。您说的是明日晚上的夜宴？这顿饭有什么不对吗？天下皆知，文坛泰斗尽在北齐。早些年，读书人甚至以北齐科考高中为荣。今年虽好些，但要说到文人，我庆国总是略有逊色呀。如今庆国文坛
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。我，文坛，前些日子你写的那首《万里悲秋》被我朝文人评为当世奇言第一。哎呀，私底下很多人在说，这年纪就有如此成就，将来未必输给庄墨涵。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一首诗是少了些，只是我朝盼文韵如求甘霖，司马也当活马医了。那你就是那司马。所以明天晚上，所有人就在那儿看着我和文坛宗师庄墨涵的见面。哎呀，也不是让你语出惊人，你只要行止稳健，这就够了，啊。明天晚上您去吗？哎呀，明天设宴是为了鸿胪寺和礼部准备的，我以户部侍郎去做什么呀？别慌，我只提你一句：庄墨涵何等身份，怎么可能真与你这小辈为难呢？什么时辰了？未时了。祈年殿那边布置上了？是，一早就开始布置夜宴的事。给我安排个位子。只是为鸿胪寺和礼部办的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安排吧。是。啊，都等不及了。问过了，祈年殿夜宴有10左右可以入席。殿下，您如此这般吃喝，宴席上又怎能吃得下去啊？这样的宴席，就是喝酒唱赞歌，怎么可能吃得饱？也是，这样的酒席也是走走过场。殿下，您实在没必要特地去。范闲处死的差事办成了，我自然应该当面祝贺他一声啊。这范闲不是已经入了太子门下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不然太子怎么会让他去和北齐使团谈判？范闲这样的人物，太子收服不了的。我跟范闲相见不多，却如遇知己。范闲啊，性子跟我一样，不是甘居人下的。殿下立于此处多久了？也有半个时辰了。殿下怕衣服上了褶皱。什么时辰了？回殿下，已经有时了。摆驾祈年殿。是。庄先生，车驾已备好，可以出发了。东西我来帮您拿着。大人，锁将那边说好了。好，喝酒去。范大人，哎呦喂，辛大人，真是有缘，确实有缘。哎，范大人，
怎么不穿官服啊？哎呀，不就吃个饭吗？我又不是什么大官。哦，那好，那待会儿我得多敬您几杯啊。二位大人，循例盘问，若是有什么利器，可不能带入殿内。赴个宴还带什么利器呀？哎，范大人，你听，这个礼乐就是礼部准备的。针算吗？钢针这么长？哦，不行的。稍等啊。现在没了。哦，秦大人，咱们走吧。我被刺杀过，谨慎了些。哎，对，该谨慎，谨慎是对的。毒药能带吗？毒药？不行不行不行。范闲，哎，殿下，这是哪一出啊？哎，别碰，我自个儿调的毒药，宴席里不让带。真不愧是飞阶的徒弟，毒得死人吗？那当然。给我一包。不成。为什么？回头陛下跟太子那边出了事儿，我这没法交代。也是。那算了。哎，范闲，这次你立功不小，前景无量，恭喜！多谢殿下。平时多走动，朝堂里我也能帮你一些。客气。参见二皇子。你是鸿胪寺的那个王辛啊，辛其物。辛其物。我记得你是太子门下的。都是朝臣，都是朝臣。以后在太子那儿待的不好了，就到我门下。啊，应该是没有了。这下确实没有了。哎，别乱碰啊！这里边好几个，我自个儿都不会解。辛大人，哎，想什么呢？你说这宴席二皇子干嘛来了？那自然是为了拉拢像辛大人这样的盖世奇才啊！范大人又拿辛某说笑，那二皇子明明是拉拢您，他怎么会拉拢我呢？啊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明鉴，啊，辛其物对太子绝对是忠心耿耿，绝对不会改换门庭的。太子殿下，我作证，刚才二皇子确实有所拉拢，但是辛大人是忠贞不二，确实没答应啊。对。多谢范大人慷慨之言。跟我们客气什么呀？放心，殿下没那么小气啊。是。哎，不对呀，范大人，刚才二皇子说那话明明是拉拢你呀，那怎么现在反倒是让您帮我撇清关系啊？都一样，可不一样啊，大人。公主也到了。你这贼子可还有脸再见我吗？啊，你哪位啊？岂有此理！当日行凶伤人，你居然在这儿装不认识我啊！郭少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！你看你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，真好。你居然敢把我给忘了！慎言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怨妇。你这个恶贼，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都在心里记着呢。越发的像了，你来干嘛？他来干嘛啊？我乃宫中编撰，家父礼部尚书，我为何不能来？能来，马上上菜了啊！郭少入座。休要得意啊！范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就要亲眼在这个地方
我看着你万劫不复，身败名裂。胡闹！父亲，这是什么场合？回去坐着。是。犬子无状，还请小范大人海涵。你又是哪位啊？这位就是礼部尚书郭攸之郭大人。哦，原来是尚书大人。大人放心，令郎顽皮可爱，我完全没有生气啊。别左顾右盼了啊！这边是咱们的座啊！来，这边，咱们这边，来，坐啊！走，哎，范大人，走，范大人。郭宝坤也是太子门下，我看二位还是和解了吧。我倒是没事，你看他也。慢慢就解开了啊。大人，你真把这打了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在下自小熟读圣贤之书，一向克己复礼。怎会打人？那头几天在当街还杀了个北齐高手呢。这酒不错。是，不错。老谢啊，那儿还空着2个位子，给谁的？估计是给东夷城和北齐2位大将准备的。北齐来了个文宗庄莫涵，东夷城来了谁？这个东夷城，范大人，没事吧？此人为何持剑入宫？四顾剑门下，向来都是剑不离身，陛下特准的。四顾剑门下，他就是大宗师四顾剑首徒云之兰。云之兰，当日你在街头杀的那2个女刺客，就是他的弟子。这次东夷城派使团来到京都，也是为了此事。他卖酒吗？这个倒是没听说。大人何出此言啊？听着像酒的名字。像吗？范大人，长公主唤你过去，有话交代。凑近些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等你来杀我，怎么也没个动静。殿下莫急，随时给您个动静。你若发誓效忠于我，我可将婉儿嫁与你，内库财权也给你，还有更多你想要的。那我要是想要你滚出京都呢？伟大的愿望，一定要试试看。臣定不辜负公主期许。
贤跟姑姑倒是相聊甚欢，不知道在聊什么。这与我何干呀？太子是想收范闲于门下吧？不如咱们打个赌，看范闲到最后会投靠谁？赌什么？拿命吧！好像臣开的这个玩笑不符合礼数，太子殿下恕罪。好啊。庄墨寒到了。你还从未见过庄先生吧？或是天数，北齐出了这么一位文坛大宗师，数十年来释经著文，著作等身。从某种角度讲，他比帝王还要强大。文道传承在于一身。老爷子也不嫌沉。若是让读书人听到，定会骂你不尊圣贤。我怎么会承认这话是我说的？我听说有人将希望托付在你身上，期盼你终能成就文坛大家的身份。公主想必不会这么期望。好了，庄先生到了，宴席也该开始了，你也归坐吧。臣告退。机会我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陛下驾到！这边。đứng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已经到祈年殿了。今日论职的宫女太监禁卫都查过了吗？都查过了，都是家世清白，没有可疑之人。进殿之人有没有行迹诡异的？有。范闲，据禁卫处报，他到祈年殿时身上带了短刃和毒药。庄墨寒那边呢？庄墨寒只带了一卷旧纸上殿，我的人借机碰过了，里边没藏东西。我觉得庄墨寒也不是一个习武之人，应该闹不出什么大事吧。云之兰是剑人上殿的，是。但是云之兰师从四顾剑，跟庄墨寒应该不会有什么瓜葛吧？云之兰如果要是出见弑君的话，谁来阻拦？洪四祥、洪公公就在殿外。上山！洪公公，是只夜枭。
范协律，范大人叫你呢，叫我啊，叫我什么呀？你是太常寺协律郎，这是官名儿。陛下，你见朕几次都没跪下过，这次以为你还会站着，那岂不是要犯了众怒？看你的眼神里恍恍惚惚，你还挺贪杯是吧？回陛下，场面如此之大，臣难免有些紧张啊。云之兰，你的那2个徒弟，就是他杀的。我知道。别看他年轻，可有点本事哦。杀我，才算本事。四顾剑的徒弟，就是有点傲气。朕体会到了。范闲，鸿胪寺传来折子，说你这次差事办得不错，大战由你而起，也由你而终。朕不想当众赞扬你什么，来，陪朕喝上一杯。范协律，请留步。陛下，儿臣有话想说。说，范闲除武勇之外，亦是文采照人，儿臣便对其诗才赞叹不止。近日有听闻，与北齐谈判时不卑不亢，进退有度，堪以大用。直接说。来年春闱，不如由范闲主持科考，少年才子提点天下生源，载入史册，或是一段佳话。范闲虽有诗名，但是终究资历尚浅啊。陛下，范闲资历虽浅，才华难掩，儿臣附议由范闲主持春闱大会。离春闱还有些日子，到时候再定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陛下，这位少年郎便是范闲吗？庄先生也认识他，读过他的诗。此人虽然年少，倒有些诗才，庄先生要多多提携后进哦。老夫本是齐国之臣，庆国政事本不必多言。可这春闱考比，乃是天下读书人立身之根本。选择主事之人，当谨慎为上。庄先生说的极是，春闱的事儿，确实应该慎之又慎。张先生学贯古今，我一向是佩服的，但刚才的话却不敢苟同。我虽是一介女流，见识浅薄，却也读过范闲那篇七言。此人是很年轻，但仅凭这首诗，便可看出才气逼人。先生刚才的话隐隐针对范闲，莫不是担忧少年郎后来居上，将来名声盖过先生？
在座诸位都是古公之臣，明学大家，自然不喜口舌之争。本宫不识礼数，却愿意为我庆国才子说句公道话。是说那首七言诗吗？正是。敢问先生，有哪首诗能胜过范闲这篇七言的？林睿，殿前休得无礼。庄先生海纳百川，对此等言语不必在意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真是一首好诗，我写了一生的诗，就没有一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甘拜下风了？这诗的前四句是极好的，可世人都说，这诗中最精华的是后面四句，后四句自然是绝句。唉，可惜呀，那不是范先生所写。这诗是范闲抄袭的？是。朕也觉得好生奇怪，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才呀？范闲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庄先生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反正庄先生德高望重，空口无凭，说话也算数。陛下，儿臣可以作证，范闲这首诗是在靖王府诗会所作，当时宫中编撰郭宝坤也在场，可谓人证。郭宝坤在吗？臣在。这首诗是范闲做的吗？是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蓄意构陷了，或是被什么小人蒙蔽，所以才有此误解。说来也凑巧啊，这首诗的后四句，乃是家师当年由于停舟所作。本来，这样的佳句重现天下是件好事情，但范公子却以他人诗作邀名，这不太妥当吧？文人立世，德重于才。这首诗的前四句，范先生文采斐然，自有过人之处，那又何必去贪名求进，要以他人之作邀取声名呢？我再三的犹豫了，是否将此事说破？可仔细的想想，要说出真相，却也是帮了范先生迷途知返。所谓不破不立，重新立德养心。范公子啊，这也是老夫一片爱才之心，并无恶意，望范公子自省。范闲，有话可说。庄先生，令师可是姓杜啊？家师不姓杜。那就没事了。庄先生素有尊师重道之名，想来不会以老师之名胡乱攀扯。但人心难测，眼看后学晚生声名鹊起，心怀不甘，
胡乱编造，毁人前程，也未可知啊。长公主，你这是怀疑老夫盗石之名，构陷后晋？不敢，只是我庆国与北齐不同，注释首重律法。先生若要指人以罪，空口白话却不足以为凭。长公主说的有道理。请看，这是当年家师亲手所写，这算不算得上是凭据啊？确实是这4句。确实是这4句。其实啊，不用这份手书，也能看出端倪。这首诗的后4句，其中之意苍凉潦倒。要不是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意境呢？可范先生，你年少风光，怎么也有如此悲凉的心境呢？少年强说愁，过犹不及。陛下，陛下，范闲欺世盗名，无耻之尤，如此这般行径，真是将我朝文人的颜面都丢尽了。恳请陛下，将这文贼革去功名，逐出京都，今生永不录用。郭少，既然我丢尽了庆国的脸面，为何你如此欢喜雀跃？胡说！我这是愤慨，我这是不耻与你为伍。庄先生要在殿上辨真相，郭少何时知情呢？自然是刚刚听到。那为何我今日一到启年殿，郭少就言之凿凿说今日便要看我身败名裂？不知是郭少掐指能算，还是说早就跟庄先生暗通款曲了呢？一派胡言！暗通款曲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吗？啊，好了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讲究用词？陛下，犬子与范闲素来不睦，二人争执，倒也无碍大局。如今关键在范闲这首诗里，既是抄袭他人诗句，则理当重罚，否则难以平息天下悠悠众口。还是尚书大人厉害，一句话说在痛处。秉公直言吧。庄先生，你说的没错，这首诗是我抄的。范先生，知过而直言，是谓勇也。范先生经过此事，必成大器。您先别忙着夸我了，庄先生，我替我自己抄诗，
你替你老师抄诗，咱们俩也算是半斤八两。说起来，你还不如我来的直爽。这首诗乃是少陵野老诗圣杜甫，跟你老师半点关系没有。庄先生替令师欺世盗名，还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。诗圣，你说这位诗圣何朝何代的人物？既是诗圣，可曾青史留名？史书里没他。哦，是这样。因为他的诗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有着千载风流、文采耀目的世界。难不成他是传说中的仙界？笑吧，笑吧，跟你们这儿比起来，说是仙界，毫不为过。你去过吗？那是我梦里留下的画卷，是我残留的记忆。范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在梦中游历仙界，还背了首诗回来？陛下，范闲所言过于离奇荒谬，如此狡辩，实属欺君，请陛下圣裁。庄先生啊，你老师做的诗多吗？家师著诗良多。那不为人知的也多吗？识海勾陈，少于人知的，竟是刚刚展示的那一首。哼！谁说我梦里只背了一首？来，莫来！范公子，若是要作诗，老奴斗胆，愿为你抄录。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2、3首诗，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。你不知道，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。我看过的每一个字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都记得丝毫不差，历历在目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哼，怕是气急败坏，已然开始胡言乱语。哼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醉里挑灯看
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分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小桥天下谁人不识君？三春月照小楼千鸟飞伴，双栖万物墙角树之美，月明中哎，最美者摇下权贵，国破身何在？城春抽刀断身，斩石花溅泪。地恨你。志士人人金心身无彩凤双飞翼，身有灵犀枪管悠悠双满地，花马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广厦千万，大治天下寒归去，哀声虚现长江之无中。高处骰子安红豆，山无陵江水月，东北深圳下雨，西出阳关高无故人，天上宫阙，人生自是有情趣，万姓人宗命。10年生死，曾伴浮云归晚醉，凄凉不思量，今夕千里共时光之景催人老，化气背负纵使相逢，泪滴春山，马家是流水，春宵一程千字文，花有清香，月黄海滩头说惶恐，笑死寒星阳里看人生自古谁不死？天3月下手取丹师赵汉卿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徒怆然而涕下。过百了吗？哎呦，花公子早就过百了。那就这样吧。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境啊？哼！若没有仙界，这些诗句又是从哪儿来的？那肯定是他自己写的。就算这些诗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就算他写了千首万首，也不能证明那首七言他不是抄袭的。随口吟诵便是千古名句，这样的人何必去抄？又怎屑去抄？著经世文，我不如你；背诗，你不如我；做文坛大家，我不行；做人，你不行。我醉欲眠，君且去。去你妈的！快去救！